你醒啦？你是谁？我不是被赵长空飞到修为了？不要！月明，今日若非看在玲玲的面子上，必杀你，飞出修为，打入天牢。赵长空，你这卑鄙小人！玲玲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太玄宗赵长空强娶我挚爱王玲玲，还废我一身修为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你不记得我了？也是，你投胎转世了，没了前世记忆。没关系，我会帮你恢复的。前世记忆？对，你前世乃是天庭血统万灵的东昊帝君，因修行不够，退一下完渡情劫。只要你最心爱的女人死在你面前，你就能看破情关，瞬间恢复前世修为，重返天庭。你不会是骗子吧？为了套我话？啊，怎么会呢？我是专门下来帮你的。你若不信，我这就把土地叫出来作证。土地，土地，快滚出来！小神土地见过仙子。小神土地拜见东昊帝君。我真的是东昊帝君转世？千真万确，小仙就是有100个胆子，也不敢骗帝君您呐。既然如此，快把我救出去！大师兄赵长空那个畜生，正要把玲玲强娶过门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行哦，帝君。为什么？你们不是我的手下吗？我这次下凡专程是为了帮您渡情劫，只有您最心爱的女人惨死在您面前，您斩断情丝，才能觉醒神力，重新成为那位至高无上的东昊帝君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绝不允许玲玲死在我面前。如果要用她的命换什么狗屁帝君之位，我情愿不做这东昊帝君。哦，帝君，你也没有发烧啊，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前世的您明明修炼的是无情道，杀伐果断，心中可是没有丝毫儿女情长的。你也说了，你是前世，今生我只想和玲玲共度此生，谁敢动她，我就杀谁。有人来了。喊什么喊？死到临头了还不安生？呸！小子，吉时快到了，圣子特意吩咐，让我们哥俩先给你松松火头。月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魔教，卧底于我太玄宗内！别废话了，签字画押吧。放屁！我乃太玄宗真传弟子，一心向道，你们竟敢如此污蔑我！我要见赵长空，叫那个伪君子滚来见我！真传弟子，你现在不过是一个丹田破碎、修为被废的废物。圣子大人日理万机，也是你这种烂泥想见就能见的。赶紧签字画押！赵长空强娶我的挚爱，如今还拿出这种莫须有的罪证，想让我认罪，绝不可能！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认罪，那就别怪我们手下无情了。认不认罪？呸！休想让我认罪，做梦！将就不吃吃罚酒，找死！住手！别打了！如今叶明修为被废，身子骨弱，再打下去恐怕要被打死了。到时候圣女那边不好交代啊！哼，算你命大，留你一条狗命。你没事吧？你是仙人，你能不能帮我杀了赵长空？我不能干预凡间事情的，不然的话我就会遭到天谴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修为？只要恢复修为，我就能杀出去。对不起，帝君，我不能干扰凡间事情的，不然的话我会遭到天罚的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究竟能做什么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
我可以把你此生的挚爱王玲玲抓过来，然后将她杀死在你的面前。极度悲愤之下，你就能冲破封印，恢复修为，到时候你就能自己报仇了。不，绝不能如此！你敢动她分毫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帝君，帝君！经脉寸断，修为尽废，身上好像又中了奇毒。若继续下去，帝君恐怕就要死了。若是出手，必遭天谴，千年道行毁于一旦；可若不出手，帝君必死无疑。罢了，大不了损失千年修为。只要帝君能恢复修为，我能再次陪着帝君受些天罚又何妨？仙子，这是您的心头惊血，您疯了吗？您这样强行为帝君逆天改命，可是会损耗整整千年的修为的呀！没关系，帝君可不能就这样死掉。哎呀，仙子糊涂！帝君下凡渡情劫，历经生死磨难，本就是天道安排，您不该干预的。可是霞儿想要帝君尽快归位，只有那样，我就能一直陪在帝君身旁了。传闻东昊帝君修炼无情道至高深地步，断情绝爱。以为仙子跟随帝君多年，也该修行无情道，却未想到竟……帝君修行无情道，不懂世间情欲，仙儿可不能去干扰帝君。若是让帝君破功，那便是仙儿的罪过了。只要能这样待在帝君身旁，一直到地老天荒，看着他安好，仙儿便心满意足了。赵长空，我劝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不会和你在一起。玲玲，我对你一往情深，自问从未有过半点逾矩，你又何必屡次三番的拒绝我？只要你愿意跟我成婚，我便放掉叶明。赵长空，我与你素来没有尬格，你身为圣子，何患无妻，又为何一直苦苦相逼？自古以来，太玄宗圣子与圣女便是一对，这是天命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叶明？那个蝼蚁有什么好？论根久，本座乃仙界玄凡帝君主事；论天赋，此生为极品天灵灵根，不灭帝王。论才华，我闯过浩然帝宫，得古之大帝传承，当世无敌之姿。这世间除了我，谁配得上你？你为什么要一直拒绝本座？赵长空，感情从不以天资才华来评判。若我王玲玲因你天资出众而喜爱你，趋炎附势，那我便不再是。玲玲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只有强者才能守。你出去吧。玲玲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出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若非你是我的情结之缘，本座何须对你这般低声下气？只要杀了叶明，断了你念想，就有些渡不了这情劫。叶明，你该死！恢复不了前世修为，必杀你！难道是昨夜陈仙儿？她究竟给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竟有如此逆天奇效？毕竟是天上的仙子，有些手段倒也正常。陈仙儿，这段恩情我一笔不下，日后必盘倍奉还。不管了，既然修为已复，此事不走更待何时？先带玲玲杀出去。哟，醒得挺早啊，真不愧是曾经的真传弟，这一夜过去，气色居然好了不少。叶明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日赶紧把人嘴车歇了，免得野几个再动手，让你受皮肉之苦。你的修为恢复了。求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
当初你们对我用刑时，可曾想过饶命？如今虽然修为精进，但赵长空那狗贼底蕴深厚，现在的我还不是他的对手。仙子，你出手干预凡尘，如今雷一劫已至，这一切真的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毕竟可是3界最帅的神，只要能够我陪在他的身旁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只叫人生死相许。赵长空，我说了，我跟你不可能。叶明，你怎么？你修为恢复了。玲玲，这一切说来话长，你赶紧和我离开太玄宗。不好了，圣子，大事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何事惊慌？圣子，叶明那小子，他不知怎么恢复了修为，他不仅杀穿了守卫，逃出天牢，而且还将圣女给带走了。什么？叶明，本座好心留你一命，将你囚于天牢苟活，竟如此不知好歹，敢动本座的女人！抓紧我！只要冲出太玄宗地界，我们就自由了。叶明哥哥，你快放开我吧，带着我你跑不掉的。赵长空肯定追来了。绝不！之前我没能护住你，这次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叶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。既然你找死，本座要成全你，你该死！夺我灵骨，废我修为，辱我挚爱。赵长空，今日该死的人是你！赵长空，受死！叶明，你不过是本座的手下败将，有何资格向本座出手？赵长空，今日定要你死！不行，不能让他们两人继续打下去了。叶明只有筑基期，根本不是赵寒乔峰的对手。明，让开！今日他必须死！该死的人是你，和玲玲真心相爱，是你一定要横刀夺爱！冥顽不灵。放开我！玲玲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这一次，本座不会再心慈手软。玲玲，玲玲，有没有事？你别笑。赵长空，
我要将你形神俱灭，为玲玲陪葬！叶明，我不杀你，因为你不配与玲玲同死。我要将你囚禁万年，让你受尽屈辱与折磨。帝君的气势越来越强，看来修为正在慢慢恢复，劫难即将圆满。不，帝君这是在燃烧精血，强行破关，如此下去必将油尽灯枯。不可能啊！难道说那女子不是帝君深爱之人？她为何不是帝君的深爱之人？难道要让帝君再承受一次这样的悲痛？不好，帝君的气势弱了，马上就要落败。叶明，你这废物，就这点修为，拿什么和我斗？万万不可！你之前已经因此遭受天罚，如果再去相救，必然会遭受更重的天罚。我不管什么天罚，我只要帝君活就行。我土地要是能有这样的红颜知己，死也无憾。不要救我！快帮我杀了赵相空，杀了他！不行，你现在伤得太重，必须马上救治，否则性命难保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管我，我还要与他再战，我要亲手将他斩杀。不行，以你现在的状况，只会白白送死。何方鼠辈，敢来我太玄宗救人？给我死！好你个叶明，竟然还留有后手！不过你只要还在人间，就逃不出本座的手掌心。叶明，你害我的玲玲身死，让本座渡不了情劫，恢复不了前世修为，本座与你不死不休！玲玲，你活着的时候不愿与我成婚，如今你也身死，那我就与你办一场冥婚。100年之后，本座照样能渡情劫！哈哈哈哈！强行破关，神魂溃散，身上的奇毒也快压制不住，比上次伤的还要重啊！仙子，快住手！你不要命了！帝君的伤势太重，如果不用此法救治，恐怕活不过明天。那也不能搭上你的性命啊！上次你用1000年心为救治帝君，遭受天罚，如若再来一次，你必身死道消啊！我已别无他法，管不了那么多。仙子，其实你大可不必救治，帝君伤势如此之重，不如让他身死，重入轮回，从头再来。不行，哪怕我立马身死道消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帝君死在我的面前。3界之内，再也找不到你这么痴情的女子了。陈仙儿接旨。天地法旨，陈仙儿违背天道，触犯天条，念其初犯，收其500年修为。如若再犯，革去仙籍，打落凡间。陈仙儿，要珍惜修行不易，好自为之。仙子，连天帝都对你做出警告，可千万别再做傻事了。我用修为救治帝君，已经遭受天谴，关天帝何事？天道无情，天帝更无情。仙子慎言呐！天帝洞察3界，若是被他知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我没有恢复前世修为？你不是说我乃东昊之中转世，只要心爱的女人死在面前，就能恢复前世修为？如今玲玲已死，你和我现在犹如废人。陈仙儿，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？因为玲玲根本不是你深爱之人，所以你没有度过情劫。不可能，玲玲就是我深爱之人，我愿为她放弃修为，愿意为她去死，难道还不够深爱？一定是玲玲未死，她一定还活着，我要去找她。帝君，
那女子确实已死，地府的勾魂使者都来了，却没找到魂魄，只因那女子魂飞魄散，勾魂使者已经回地府复命。赵长空，我要将你形神俱散，永世不入轮回。你现在不能动怒，先保重身体，等养好伤后再做打算吧。是啊，帝君，仙子为了你已经牺牲太多，就连天地都……徒弟，不要多言，为帝君所做的一切，都是我心甘情愿。我叶明不需要任何人施舍。陈仙儿，你大可回去，不用管我死活。你现在伤得这么重，这个样子，我怎能忍心离去？滚啊！帝君，气毒已经慢慢扩散，需要立刻救助。如今我修为不足，无法强行逼毒，需要另想他法了。帝君如此待你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哎，不如让他进入轮回，等到来世你再寻他，或许能对你倾心。不可，此事你不要再提。有了，南极兽翁的仙在草原里有一株九转回生草，可救治一切伤势。如果能够取来，必能救治帝君。仙子慎重啊！南极兽翁可是出了名的吝啬鬼，把那些仙草看得比命还重，恐怕很难求得此等仙药。别人或许求不得，但帝君曾经对他有恩，他应该不会袖手旁观。我这就去往天界求药，帝君就暂且交由你来照料。仙子放心去吧。小老儿定当竭尽全力护帝君周全。多谢徒弟，那就有劳了。仙儿莫急，且听小老儿一言。徒弟，你还有何事？帝君伤势危急，耽搁不得。仙子，小老儿觉得帝君身体所受之伤不是当务之急。如今最紧要的是先医治帝君的这颗本心。本心？徒弟，此话怎解？唉，帝君转世下凡渡情劫，生来便是天纵之姿，加入仙门一路顺畅，接着误将玲玲这女子视作真爱。如今那女子已死，但帝君仍然深陷其中啊！帝君，这不是在渡情劫，而是被情所困。长此以往下去，非但不能渡劫，反而会落得个身死道消的下场。徒弟，你言之有理，那该如何是好？帝君虽然转世，但仍以一颗神人之心行事，从未体验过人间冷暖，所以不知凡人七情六欲，爱为何物，这才被情所困。你的意思是，让帝君以真正的凡人之身，去人间历劫一番，体验世间百态。正是如此，帝君若是想要度过情劫，必须在人间度过一场心劫方能圆满，否则即使医治好帝君也是枉然。可帝君现在这个状态，昏迷不醒，如何去人间历练？仙子，小老儿听闻一些极仙门弟子需要去红尘历练时，宗门内大神通者都会开辟出一片小天地供弟子历练，不如仙子也效仿此法。此法甚好，但以我如今的法力，很难开辟出一片小天地啊。有了，我去寻找异人，他有一件法宝，肯定能帮帝君渡此心劫。帝君，等我。小不点，快给姑奶奶滚出来！仙儿姐姐大驾光临，玄灵子有失远迎，还望仙儿姐姐恕罪。叫姑奶奶。姑奶奶大驾光临！姑奶奶大驾光临！
算你有点礼数。仙儿姐姐气势汹汹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这真吓人啊！小不点，你师尊是不是传了你一件法宝？内有一片小天地。是，师尊赐的是红尘镜，内含小天地，可让人游历红尘。太好了！怎么了，仙儿姐姐？你要进去游历红尘吗？不是我，是你师尊。师尊他老人家不是正在度化情劫吗？没错，可你师尊他不知情为何物，被情所困，需要度过一场心劫。那我立马带上法宝前去求助师尊。你就不怕沾染因果，被天道责罚？师尊有难，身为弟子，岂能袖手旁观？自当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算你有良心，随姐姐来吧。徒弟见过上仙。免礼免礼。玲玲，等我，玲玲。师尊神魂的确已被情所困，眼下确实急需一场心劫度化。仙儿姐姐，师尊这场渡心劫需要封印当前记忆，但师尊神魂不稳，我怕会迷失其中。迷失了又能如何？一旦迷失，将永远困在其中，生生世世无法醒来。有没有可破之法？仙儿姐姐，你也需进入其中，随师尊一同历劫。适当时候，我会将你点醒，然后将师尊带出。没问题，事不宜迟，赶快拿出法宝。又怎么了？若我无法将你点醒，你也可能会迷失其中，甚至直接被心魔反噬，生死道消。所以仙儿姐姐，要不要再何须考虑？小不点，赶快拿出法宝，送姑奶奶与你师尊前去历劫。入军3年，妻儿老小还在家中等我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打完了，终于能回家，与妻儿老小团聚了。没知觉了，我的一条腿断了。哎呀，好臭啊！这人是从屎堆里爬出来的吧？臭死了，比街头的乞丐还要脏，真是恶心！快走快走！我在前方为国血战，九死一生，归来却落得这般下场。去！哪儿来的叫花子？赶紧滚！货郎，我买几个包子。拿着，赶紧滚！别影响老子做生意。真是世风日下，我分明记得1个铜钱能买10个包子。夫君，你要到何时才能回家啊？夫君，3年间，爹娘相继离世，
你都不曾见过最后一面。娘亲，爹爹今天还没回来吗？没事的，娘亲。灵儿已经祈祷过东昊帝君，他一定会保佑爹爹平安归来的。东昊帝君灵验，一定会保佑你爹。陈仙儿，你欠的银两该还了吧？李老爷，还有10日的期限，现在催债太早了吧？别说10天，就是给你10年也还不上。小娘子，我看你男人早就死在了外边，就别再守活寡了，不如跟老爷我回家当个小妾。谁说老子死了？夫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爹爹，爹爹终于回来了！爹走的时候，你才刚会说话，一眨眼都成大姑娘了。娘子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夫君，你的腿不碍事，休养几个月就好了。爹娘呢？在你入军的第2年，二老相继离世了。这姓叶的怎么没死在战场上？真是命大！哼，叶明，你家欠了我10两银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赶紧还我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军饷不都寄回家了吗？夫君，给二老治病花了不少钱。我们分明就借了5两银子，哪来的10两？哼，都快1年了，难道不要利息吗？好，10两就10两，我会想办法还你。哼，你瞧瞧你现在，连乞丐都不如，上哪儿弄钱还我？反正还有10日，要是还不上，就拿你妻子抵债。不就是10两银子，我替我兄弟还了。虎子，明哥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回来了就好。夫君，你不在的这3年，多亏了大虎兄弟。虎子，你哪来的10两银子？我把家里2头牛卖了，凑了10两。不过先说好，这钱可是借你的，以后要还。多谢兄弟了。银子给你，把借条拿来。妈的，10两银子对老子来说算个屁！可惜了，小娘子。
老爷，现在还在打仗，没听说要遣散军人回家啊。你的意思，这姓叶的是逃回来的？8成就是逃兵。逃兵可是重罪啊！走，咱们这就去报官。明哥，今天咱哥俩不醉不归。能捡一条命回来，确实该大醉一场。爹爹，灵儿和娘亲每天也向东豪帝君祈祷，保佑爹爹平安归来。那还挺灵的，也多亏灵儿为爹爹祈福了。仙儿，以后一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。平安无事就好。明哥，来，咱哥俩先碰上一杯。干！娘，儿子不孝，连最后一面也没能相见。钱不是还给你了吗？还要做什么？叶明，官府没有颁发遣散军人的告示，你分明就是个逃兵，你已经犯下重罪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我叶明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已经尽到了该有的职责，谁敢动我家人，死！还敢狡辩！官爷们，快将这逃兵抓住！我李东山会上报县官老爷，为你们论功请赏。我爹爹是大英雄，你们这些坏人要干什么？我夫君入军3年，报效朝廷，何罪之有？官逼民反，你们这是在逼我！大胆逃兵，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！兄弟们，上！云哥，我来帮你！胡子，这里没你事儿，快走！胡子！官爷，这叛逆凶恶，我看还是弓箭射死吧。当家的
灵儿，灵儿，不要出去！东浩帝君在此，你们这些坏人还不快滚！完了，这下玩大了！师尊他老人家好像生气了。上仙，发生了什么？法宝马上碎了，我受伤了，我回去休养，先走一步。这都是你搞的鬼，为什么要戏弄我？帝君，帝君息怒，仙子是一片好心，在为您度化心结。狗屁心结！本尊不需要你们多管闲事，给我滚！帝君，看来是小老儿错了，不该出这个主意。现在帝君的伤势更重了。不是你的错，我这就去天界向南极兽翁求药。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我也要救回帝君。陈仙儿，你可有些日子没来我这里，今天怎么有闲情雅致跑到老夫这仙草园来了？寿翁，仙儿今日前来是要向您讨要一味仙草，事发突然，还望寿翁能够成全。可是又要一些滋润护肤的仙草啊！老夫这里正好新培育出了一株定颜草，最适合你们这些女娃娃。不是，我求的是救人性命的那株九转魂生草。看你气机平稳，也未曾受伤，要它何用？不是我，是帝君需要。帝君在下界生命垂危，只有此药方可救助。九转回生草确实可救帝君一命，但此事万万不可。帝君下界渡劫，乃天道安排，旁人如若插手，必遭天谴。是我陈仙儿来求药，如若天道惩罚，也只会惩罚我一人，与你无关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老夫不敢冒险，你还是去求他人吧。另外，老夫也奉劝你一句，也不要插手此事。南极兽翁，当年你醉酒后口无遮拦，得罪天地，要不是帝君为你求情，你如今还在下界受难呢。现在帝君有难，你怎能忘恩负义，袖手旁观？陈仙儿，一码归一码，如果帝君仍在天上，别说一株仙草，就是10株我也送得。可如今，别说了，说再多都是借口，你就是胆小吝啬。现在再加一条，忘恩负义。陈仙儿，你在污蔑老夫，休怪老夫不念旧情，翻脸无情。你想怎么样？把我打死，
变成你这园里的杨亮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动手吧。反正求不来仙药，救不了帝君，我也不想活了。陈仙儿，既然你这么担忧帝君，那就用你的内丹来换仙草，这样就能了断因管，我也不必遭受天谴。舍弃内丹，就等于自动放弃仙籍，能下界沦为妖族。我劝你还是知难而退，帝君有自己的命数。好，我答应用内丹来换。你当真舍得？拿去，给我仙草。罢了，我这就去为你取仙草。只要将此草研磨成汁液，喂以帝君，即可救治。多谢寿翁，等帝君恢复伤势，度过情劫，日后定当前来拜谢。老夫此举是否是太过无情？天道之灾是躲过了，但帝君日后恐怕会来寻我麻烦，得想好一个说辞。仙子，你身上的妖气怎么如此之重？我用内丹为帝君换来了仙草，现在就去研磨成汁液喂给帝君。什么？你竟然用内丹获取仙药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后果吗？无非就是成为妖族，那又如何？等我再修行1000年，一样能够再次飞升成仙。太好了，果然是仙草，竟有如此奇效。我说过，不用你管，你听不懂吗？好，等你吃完仙药，我就离去。滚啊！我不需要什么仙药。怎么回事？我为何如此心痛？果然不能无故欠人情啊！帝君，你如此行事，太寒仙子的心了。我有言在先，是他自己不听。你可知仙子都为你付出了什么？什么？先前你重伤濒死，仙子为了救你，舍弃了1000年修为为你疗治。此举逆天而行，遭到天道惩罚，他已经受伤不轻。天帝得知后大怒，又下法旨，生生打落了他500年的修为。难怪当时我醒来，不仅伤势尽数恢复，连修为都有所提高。他从未对我说过此事，不过提前告知，我绝不会让他救治。那这一次呢？这一次仙子为了救治你，独自前往天界，用自己的内丹在南极寿翁那里换取了一株仙草。他失去内丹，如今已彻底沦为妖族。可如今他换来的仙草也被你打碎了一半，你如何对得起仙子啊？一切皆是他一厢情愿，自作多情。即使有恩，等我了断凡间的恩怨，自会去报答于他。唉，此恩此情，恐怕帝君你难以还得清。那我叶明就将这条他救回来的命再还于他便是。叶明，你果然在这里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没死，真是命大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太玄宗宗主。圣子下令，全宗寻你，死要见尸，活要见人。堂堂太玄宗宗主，竟然听从圣子之命，真是令人不齿。圣子乃天纵之宰，日后可力压一世。我小小的一宗之主，自然听命于他。闲话少说，是不是赵长轰命你来取我性命？要想取你性命，你早就成了一具尸体。圣子命我前来，是送你一道请帖。什么请帖？10日之后，圣子赵长空将在太玄宗与圣女王玲玲结100年之好，举行成婚大典。今日邀请你叶明前去参加婚礼。玲玲没死，太好了！圣女已死，
圣子赵长空太过痴情，要与圣女举行一场冥婚。冥婚？赵长空竟然要与玲玲举行冥婚，罪不可赦！叶明，话已带了，你这个废物不会不敢来吧？放心，10日之后我必登门。好，届时我太玄宗会将你奉为座上宾，好生招待。帝君，万万不可前去，赵长空肯定在太玄宗布下天罗地网，就等着。赵长空如此羞辱玲玲，我必须去抢回玲玲尸身，好生安葬，让她入土为安。可你如今伤势才恢复大半，修为也大不如前，去了也是送死啊！玲玲身死之时，我强行破关，脑海中出现一道禁法，如能修成，定能覆灭太玄宗，斩杀赵长空。禁法，世间禁法多为歪门邪道，容易走火入魔，帝君万万不可修炼啊！玲玲已死，我已无暇他顾，只要能够变强，管他什么歪门邪术。那仙子离去，如今不知身在何处，帝君还是暂缓修行，先去寻上一寻，寻到后说上几句好话，莫要再留遗憾了。你教我做事，等我将玲玲安葬，再寻去她，以命还恩。我叶明生时清白，死后也磨具亏欠任何人。你也离去吧，我要修行禁法了。唉。圣子，叶明未死，我已将婚礼之事告知于他。很好，这场婚礼要是缺了他，那该多无趣啊！圣子，以那叶明如今的修为，我只手可灭，何必大费周章？死对他来说那是恩赐，我要让他绝望，让他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叶明如果真的赶来参加婚礼，我太玄宗也不能失了理面。你去安排一下，应该懂我的意思吧？是圣子。不过我们太玄宗乃名门正派，举办冥婚有违世俗纲常，恐怕会遭其他门派耻笑。耻笑？本座乃天之骄子，不拘世间伦常，谁敢嗤笑？本座格杀勿论。哟，我们这地界儿何时来了一个如此细皮嫩肉的女妖啊？这模样恍如天上的仙子下凡啊！看你伤得如此之重，真是我见如怜啊！不如随我们一同回洞府，给我们大王当个压寨夫人可好？放肆！再敢出言不逊，休怪我出手无情！没想到性子还这么烈，咱们大王就喜欢这样的。大胆小妖，我土地在此，还不快滚！快跑，快跑！多谢土地出手相救。仙子，没想到短短数日，你竟沦落到如此境地。真是可惜可叹啊！仙儿从未后悔所做一切。土地，帝君他如何了？帝君的伤势恢复大半，不过在你走后，太玄宗宗主前来，告知帝君赵长空要与那女子举办冥婚。帝君大怒，要修行禁法，前去抢夺尸身。这禁法果然强大，只是小有所成。我的实力便已超越之前，若能大成，恐怕连太玄宗老祖都非我敌手。禁法虽然强大，但极易走火入魔，坠入魔道。帝君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土地，你怎么不劝劝帝君？仙子也太看得起我了，帝君他连你的话都不听，怎么可能会听我小老儿的话？帝君前世修行无情道，这世下凡又经受太多麻烦，也被逼无奈啊。土地，赵长空何时举办冥婚？10日之后。仙子，我看帝君对你已有愧疚之心，如果你俩能够寻得一处清静之地，相处一段时日，
说不定帝君能对你倾心。如今我已沦为妖族，怎配与帝君长相厮守？仙子不必妄自菲薄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君。你若不配，这世间谁还配？我需尽快找一处地方疗伤，等10日之后前往太玄宗。叶明，因为你而死，你要为我复仇，要为我复仇！你别！鲜血坠入魔道，只是为何会被陈仙儿唤醒？难道真的是对他亏欠太多？你无论是死是活，都将是我赵禅公的女人。等今日大婚过后，为父便用秘法将你彻底炼化成一具阴尸，你我便能相伴一生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圣子，吉时已到，该去大殿拜天地了。知道了，叶明来了吗？奴婢一直派人盯着山门，不曾见过叶明的踪容。看来那小子是当起了缩头乌龟，无妨。等大婚之后，本座再亲自将他捉拿，剥皮抽筋。这太玄宗山门处暗藏着好几道恐怖的气息，分明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候帝君。希望帝君千万不要前来，否则绝对凶多吉少。仙子莫急，帝君行事向来稳妥，估计也料到了这点。依老朽看，帝君应该会避其锋芒，等到大婚之后，太玄宗防备松懈时再来。但愿如此吧。赵长空，出来受死！等你来到大殿，才有资格说出这话。赵长空，你作为名门正派圣子，竟然和一个死尸大婚，此举有辱我正派名声。不错，举办冥婚，在凡人之家尚为旁门左道，何况我修仙宗门，实在是贻笑大方。我赵长空行事，岂容你们这些蝼蚁说三道四？给我死！恭贺圣子大婚，恭贺圣子！帝君他还是来了。仙子莫慌，看帝君气势，应该是已经将禁法练成，想必能够安然无恙。我隐隐不安，太玄宗老祖也有成仙人之境，他若出手，帝君恐怕难。叶明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，那就请进吧。只是想进我太玄宗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废话少说，今日拦我者死！蝼蚁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狂妄至极。不堪一击！帝君究竟修行的是什么禁法，竟然如此强大？禁法越强大，所经历的心魔与苦难就越多。帝君他受了多少苦啊！这剑光寺带着九幽之气，竟然直逼神魂。来者何人？老夫剑阵之下，从不斩无名之辈。哼，老子是你显祖，还不快下来跪拜！狂妄小儿！老夫这剑阵之下有48位剑奴，皆是用剑高手之魂。今日将你斩杀，正好凑够49位剑奴辅全大阵。老子用刀，用剑。
你说过拦我者，一拜天地，擅闯太玄宗，杀！拦我者死！别杀我，求你！帝君如此大开杀孽，造下这等滔天杀孽，恐怕会遭到天庭问罪呀。天庭那帮高高在上的神仙，此刻恐怕都在天上舒舒服服的看戏呢。哼，看戏倒还好说，就怕天庭里有那些个道貌岸然的伪中子，趁机煽风点火，对帝君不利。启奏天帝，东昊帝君擅自修行禁法，在下界大肆屠戮，造下如此杀孽，已严重触犯天条，还望天帝下旨惩处，以正天威。臣附议，东昊帝君修行无情之道，本就与天道不合。天道宽宏，让其下界体验人间之情，没想到东昊帝君竟变本加厉，枉杀无辜，简直天地不容。请天帝降旨，严惩东湖帝君。朕秉承天道之意，统御三界。既然东湖帝君有违天道，执迷不悟，那朕便下旨，将其再次打入轮回，重修一世。臣领旨。二拜高堂，只有最后一拜，赵长空便与玲玲结为夫妻了。叶明，本座就是要让你亲耳听到我与玲玲结为夫妻，你能奈何？没想到短短10日，你的修为竟如此突飞猛进，连杀我太玄宗2位太上长老。你若拦我，也必死无疑。狂妄！一路上来，你消耗太多灵力，此刻已是强弩之末，我看你如何杀我。是吗？一阵！杀！给我破！叶明，3番5次坏我好事，做要将你生擒，抽魂夺魄，炼化为奴。如今杀你，只需一刀。赵长空，受死吧！我要为玲玲报仇！笑话！别以为你修行禁法就能胜我，本座也同样有禁法在身。那又如何？给我死！雕虫小技。叶明，昨夜我与玲玲同浴共眠，玲玲虽死，但娇躯依旧相容，真是让本座回味无穷啊！找死！叶明，你竟敢借用天道之力！赵长空，你的死期到了！
业障，住手！不好，是太玄宗老祖。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不是让你不要管我了吗？这还是帝君第一次抱我，仙儿好幸福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仙儿已经喜欢帝君上千年了。你醒了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是徒弟。帝君，不要为仙儿伤心。原来真正的爱是后知后觉，又无能为力。仙儿，仙子何其之幸，又何其不幸？有情人阴阳两隔，真是造化弄人，可悲可叹。小神拜见东昊帝君，恭贺帝君归位。东湖帝君渡过情劫，修行圆满，真没想到他的渡劫之人竟然会是陈仙儿。看着神威的气势，修为竟然已经不弱于我。刚刚那道旨意，东昊帝君圆满渡劫，修为大成。可朕刚刚下的那道旨意，不知该当何论？陛下那道旨意下的确实时机不对呀。是啊，可如若收回，陛下颜面何在？天威何存？陛下统御三界，所下法旨，三界生灵莫敢不从。若东昊帝君当真不从，该当如何？违抗天地法旨，触犯天条，自当以罪论处。众仙家以为呢？违抗天地法旨，当以罪论处。天道，性命你取了，连肉身也不放过吧！帝君，你已修行圆满，天道收回仙子肉身，也是在查漏补缺。查漏补缺，有本尊在。即使天道也别想收回仙儿肉身！竟以天地之力强行对抗天道规则，帝君的修为到了何等境界啊！老朽有眼无珠，不知您乃帝君转世。老朽因救宗门弟子心切，出手误伤帝君心爱之人，还望帝君恕罪。误伤？你距离登仙仅一步之遥，早已不问人间之事。此次出手，乃赵长空对你许下好处，何来误伤？帝君动若观火，老朽无话可说。但老朽也间接助帝君归位，有功无过。一派胡言，死不足惜！帝君饶命，老朽知罪，还望帝君念老朽修行不易，只差一步登阶，放老朽。叶明，不，东昊帝君，我赵长空乃玄凡帝君转世，与你一样下凡渡劫。此番败于你，并非我实力不济，而是天道助你，不助我。说完了吗？说完该去上路了。本座自知难逃一死，大不了重活一世。本座有自己的傲气，
就不劳东昊帝君出手了。咱们来世再为敌。重活一世，痴心妄想，本尊要让你形神俱灭，永世不得轮回。帝君，赵长空同为天道安排转世之神，想要灭其神魂，恐怕不易。果然是应劫之人，神魂竟然被天道裹挟，也入轮回之中。帝君，如今人间已经事了，帝君应该上天向天地复旨去了。此事不急，本尊还要去往九幽地府一趟，去寻找仙儿的魂魄，将其复活。帝君，万万不可！你刚刚归位，切不可操之过急，应先秉行天地再去地府，否则触犯天朝啊！天地的旨意已经到了。啊！我就下凡的功夫，帝君归位了，这法旨一宣还是不宣啊？天帝有何旨意？小神恭贺东昊帝君归位。天帝确实有旨，只是有旨就宣。东昊帝君虽下界应劫，但屡造杀孽，触犯天条，罪不可赦。现打入轮回，重活一世，以示惩戒。天官大人，这旨意你不应当宣读，应当去往天庭禀明实情，让天帝酌情再下旨意。大胆！小小土地竟敢质疑天地！小神不敢，是小神失言。有何失言？天庭一向如此，从不体察民情，只是高高在上，视众生如蝼蚁。帝君慎言，如今天地法旨已经宣读，昭告三界，不可更改，还请帝君领旨。本尊不领旨又当如何？帝君度过情劫，修为大进，这目光竟犹如天地，让人不敢直视。天地法旨。违抗者触犯天条，罪加一等。帝君还是乖乖领旨的好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威胁本尊？我乃天地齿臣，对我不敬，便是对天地不敬。哼，不过是走狗一条。放肆！竟敢辱骂天地齿臣！大胆！东昊帝君，你这是要与天庭开战吗？天官大人言重了，东昊帝君并非有意冲撞天地，只是帝君刚刚痛失心爱之人，心中悲愤，这才失了分寸，还望大人海涵。闭嘴！土地老儿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难道你想一同受罚吗？东昊帝君，你当真要与天庭开战？本尊这次归位，就是要让这些高高在上的神明再也不能为所欲为。你一人是无法对抗整个天庭的，帝君三思啊！此举并非本尊一时冲动，如今人间妖魔横行，生灵涂炭，修行者更是倒行逆施，肆意妄为。然而天庭众仙却袖手旁观，置之不理。他们高高在上太久。天地乃至天庭众仙本就应高高在上，是你凡胎未除，自甘堕落。我这就前往天庭，禀报天帝，将你拿下问罪。你走得了吗？怎么，你敢杀我不成？
大胆东浩帝君，竟如此猖狂，简直无法无天！陛下，东浩帝君公然敢抗旨，斩杀天帝使臣，罪大恶极，望天帝派天兵将其捉拿归案。东浩帝君罪不可恕，望天帝捉拿，望天帝派天兵捉拿。老夫要不要替东浩帝君说上几句好话？毕竟此前对老夫有恩，前段时日又因仙草之事做得不地道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朕便下旨。陛下且慢，此事恐怕另有隐情，不如先派一名仙家下界查明实情，再下旨不迟。南极受冤，你此话何意？东浩帝君抗旨已是铁板事实，此刻你为他求情，置天地颜面何在？哼，就是，南极寿翁此举分明是有意偏袒，居心叵测。启禀天帝，南极寿翁前段时日用一颗仙草救了东湖帝君的转世之身，现在又出言相助，二人之间必有隐情，望天帝明察。好你个陆星，老夫就是跟你多嘴了一句，竟然出卖老夫，无耻小人呐！启禀陛下明鉴，仙草乃陈仙儿用内丹所换，并非是小仙有意助东湖帝君。其次，小仙之意下界查明东湖帝君是否坠入魔道，并无他意。启禀陛下，小仙可以作证，南极寿翁一向胆小怕事，又极为吝啬，断然不会嗅出一个叛逆之徒。帝君，大敌当前，您为何突然发笑啊？天庭此时正热闹非凡，真是让本尊看了一出好戏。帝君，您还是去往天庭，向天帝好好解释一番吧。若真引来天兵将相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这一战必不可少，也唯有一战，方能还世间清朗，保证三界太平。五弟，天兵将至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还是先去往别处避一避吧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我这小神留在此地也只会添乱。那小神暂且告退，帝君多加小心。福星言之有理，南极受冤确实一向如此，绝无胆量相助叛逆，绝无胆量相助叛逆。多谢福星替小仙解围。客气了，举手之劳不足挂齿。虽说福星对老夫仗义直言，但也当众骂了老夫一通，老夫还要低三下四的感谢他，真是憋屈之极呀。东浩帝君公然抗旨，斩杀使者，触犯天条。朕下旨，派遣4大天王携5万天兵，即刻下界捉拿。另外，派遣南极寿翁先行下界，劝说东湖帝君认罪伏法。如若东湖帝君仍旧执迷不悟，朕也算仁至义尽了。天帝用心良苦，实乃圣明之举。陛下，小仙一向不善言辞，恐怕难以说服东火帝君，还望陛下派遣一位能言术辩的仙家前去，小仙实在难以胜任。那你觉得哪位仙家能言善辩？小仙觉得太白金星能堪此大任。启禀陛下，小仙与东湖帝君素无来往，恐怕难以胜任。南极寿翁，东豪帝君当年为你求情，朕此举也是有意让你还恩，你怎就不明朕的一番苦心？小仙，南
南极兽翁，难道你也想抗旨不遵吗？小仙不敢，小仙谨遵陛下法旨，这就下界。好帝君也太无法无天了吧！竟然连天帝的旨意都敢违抗！东昊帝君渡劫归来，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了。何须5万天兵，咱们4个便能将其捉拿问罪。本座的花狐雕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神了。既然玉帝让带5万天兵，那就速速点兵下界。帝君，大事不好了！你抗旨不遵，斩杀使臣，天帝震怒，已派天兵天将下界打你。如果真能说服东昊帝君认罪伏法，老夫也算大功一件。到时天庭众仙也会对老夫刮目相看。先套套近乎，后面再徐徐图之。哦。竟有此事，千真万确，天帝已经下旨，老夫可是冒着被天帝处罚的风险，特意下界向你通风报信啊。这么说，本尊倒是欠你个人情了。当年帝君对老夫有恩，老夫岂是忘恩负义之徒？此时下界也是报恩而已，不必言谢。那依你之见，本尊该当如何？看来他是后悔了，只要给个台阶，应该就能让他认罪伏法，非常棘手。不过帝君要是能与老夫前去天庭认罪，老夫到时再说上几句好话，说不定当地会对你网开一面，从轻发落。寿翁这是让本尊束手就擒。帝君此言差矣。俗话说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帝君只要态度诚恳，天帝不会。帝君这是何意？仙儿的内丹，该还给本尊了吧？嘿嘿嘿，老夫只是代为保管，现在物归原主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死了。就为这一点小事，你就要斩杀老夫？没有当场将你斩杀，已经是本尊仁慈。陈仙儿向我求要救你，你也知道，系住应劫之人必遭天谴。老夫向他索要内丹，那也是无奈之举。好一个无奈之举！且不说你忘恩负义，如若当时你言辞拒绝，本尊绝不怪你。但你索要内丹，间接害死仙儿，罪无可赦。果然还是难逃一劫。君，看在老夫冒死前来通风报告的份上，就暂且饶过老夫这一次吧。救你下界而来，难道不是天地旨意？他竟然能够洞察三界，本尊对你已经忍无可忍，受死！不好，这一击老夫必死无疑。给我3000年寿命，换天地静止3息。不允！东昊帝君，你违抗天地法旨，吾等前来将你捉拿归案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？
天庭无情，天地无道，为何要尊？放肆！竟敢对天地不敬，罪加一等！大胆包天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就你们4个酒囊饭袋，还是趁早离去，让天帝派些中用的下来。口出狂言，看剑！竟然一击便破！怎么可能？本座的青云剑就这么没了？大哥莫慌，看我收了他。修行圆满又如何？还不是败在本座的混元伞下！敢与天庭叫板，这就是下场。鸣金收兵，为天庭复命。其内竟有混元之力，果然是一件好法宝，只是可惜了。我的混元伞，东昊帝君，你竟敢毁我混元伞！一把破伞而已，毁了就毁了。连破2件法宝，想必他现在也是强弩之末，正好为花毁雕。我来助你！我如今神魂圆满，这些音波对我毫无作用。孽畜，受死！东昊帝君，我的花狐雕要是有3长2短，必让你偿命！你们都自身难保，还敢出言不逊？天庭对他有所误判，以致我们接连挫败。看来只有用那一招了。还有什么手段？尽管使出，本尊奉为道。你少得意忘形！我们还有杀招！大哥，如今我们法宝被毁，唯有天兵可用。大哥别再犹豫了，咱们的法宝会被毁，可以重新炼制。如若拿不下此贼，天帝必然责罚。好，那便请天兵出战。5万天兵合力，看你如何招架！你们大概忘了，天兵幻化之术还是由本尊所创。本座获悉，天庭将有一场浩劫，此劫更未见。是何浩劫？会不会波及我佛？请佛主明示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尔等静候便是。
本座要前去度化一人，如若成功，我佛必然大兴。不好！天兵合体，去舍弃个人，七情领域，只为杀掠。此术乃是他以无情道所创，我怎么把这给忘了？坏了！金甲巨人朝咱们杀来了！令旗都已经毁了，你怎么指挥得了金甲巨人？这不可能！此术乃本尊所创，自然能为本尊所用。受死！大哥，这金甲巨人已经没了七情六欲，你弹琵琶有何用？大哥！这金甲巨人为何变得如此之强？天地之力，这金甲巨人是用了天地之力！快逃！想逃，逃得了吗？东昊帝君，现在收手，一切还来得及。我等奉天地之命捉拿于你，你若赶尽杀绝，必遭天地重罚。东昊帝君，难道你真想与天庭不死不休？不是早就已经不死不休了？废话少说，死！阿弥陀佛，本座来晚一步，多谢佛主救命之恩。不必客气，是你命不该绝，本座只是顺势而为。命不该绝，那本尊就让他死给你看。帝君何必意气用事？东昊帝君，佛主面前你也敢放肆？死到临头还大言不惭。什么？帝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再造杀孽，万劫不复。疯了！疯了！东湖帝君他疯了，竟然连小神都想杀！南极寿翁，你慢慢说来。陛下，小臣苦口婆心劝东湖帝君认罪服侠，岂料他非但不听，一言不合便要斩杀小神。若非小神舍弃3000年寿命，此时恐怕已经身死道消。3000年寿命啊，要多少灵丹妙药才能补得回来呀？还不是你骗取了人家心爱之人的内丹，这才取你性命。让你平时吝啬，这回也让你出出血。你们报！启禀天帝，4大天王不敌东昊帝君，使用金甲合体之术，却被东昊帝君收服。如今4大天王已被金甲巨人尽数斩杀。幸亏老夫跑得快呀，3000年寿命真值！大胆逆贼！陛下，以小神之见，东昊帝君已坠入魔道，
望陛下再次下旨，派遣神将下劫，不必捉拿，直接斩杀。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望陛下下旨斩杀逆贼。陛下，此刻西方佛主已经前往，想必能降服逆贼。西方也介入此事，难道有所企图？速去再探。领命。原来高高在上的佛主也有动怒之时啊！阿弥陀佛，纵使泥菩萨尚有3分火气，贫僧之怒不足为奇。本尊与你并无恩怨，你是滚回西天，还是让本尊送你回西天？你与我佛是无恩怨，但却有缘。本座此番前来，便是度化于你，助你成佛，脱离苦海。度我成佛？本尊双手沾满鲜血，如何成佛？阿弥陀佛，只需放下屠刀，便可立地成佛。放下屠刀便可成佛，简直可笑至极。此为大乘佛法，何来可笑？普通僧侣想要成佛，需历经劫难，而恶人成佛，只需放下屠刀，这难道不可笑？恶人放下屠刀，即为顿悟大善，自然成佛。荒谬至极！那恶人所杀之人，生来便是只为助恶人成佛。你满嘴众生平等，这些人难道就该死？佛主远去了。佛主才去半日，怎么会突然圆寂？佛主法力通天，3界之内，谁能有如此神通，伤得了佛主？可佛主宝座无辜倒塌，却是大凶之相啊！阿弥陀佛，拜见燃灯祖佛，拜见燃灯祖佛。众佛莫慌，佛主并非圆寂，而是与人明辨佛理落败，画地为牢，算是闭关参悟。佛主与人辩佛理落败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人以天地之势相压，算是胜之不武。佛主求功心切，心境也落了下乘，这才落败。此番并非我佛门大兴，乃是一劫。即日起，我佛门中人不得擅自出山，静等佛主归来。谨遵祖佛法旨。本尊3言2语便让你画地为牢，狗屁佛主！不过，倒是要感谢天帝送来的5万天兵。帝君，您将这么一尊大佛留在小神地县，
小神如何担待得起呀？无妨，他若顿悟，必遍地生莲，对你来说亦是造化。若顿悟不了，留在此地百年千年，小神该如何是好？大可放心，他在你的地界，西方诸佛都要给你3分薄面。多谢帝君送予小神的一场造化。不必言谢，这也是对你几番相助的回报。王玲玲的尸骨便埋于其中，你之身死，皆因本尊与赵长空渡劫所致。愿你来生转世为平凡女子。这是心境大成，帝君难道要以心境入圣？人间事了，本尊要去九幽地府寻找仙儿魂魄。帝君，九幽之主素来霸道，要想取回仙子魂魄，恐怕不易啊。若他不肯交出仙儿魂魄，那本尊便踏平九幽。此事竟然惊动西方佛主前来，难道又要来一次仙佛之争？陛下，西方佛主越界而来，恐怕不是为降服叛逆，还望陛下早做打算。太白所言极是，西方佛主向来是无利不起早，此番必有所图。无妨，静观其变。启禀陛下，西方佛主未能降服叛逆。不仅如此，佛主反而输了佛理，画地为牢，被囚禁其中了。陛下，由此可见，东昊帝君这叛逆已经成了大气候。此事如若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快下旨吧。此时叛逆有何动向？回陛下，叛逆已经去往九幽地府，想必是去寻陈仙儿的魂魄了。陛下，叛逆东户帝君以无情道入有情道，这有情也只是陈仙儿一人，可谓是叛逆软肋。如若陛下能够加以利用，完全不用大动干戈便能降服。此法可行。哼，南极兽翁虽失去3000年寿命，脑子却变灵光了，也算因祸得福啊。哼！来人，传旨九幽地府。仙儿，你不会也如这些冤魂一般，在这里四处游荡受苦吧？神识开！那么强的神识，是哪位仙家来我地府？黑白无常，属下在。你2人速去地府入口查看，看有无仙家到往。遵命。阎王大人，天庭众仙一向视咱们九幽地府为安杂之地，向来不屑踏足。此番前来，必有求于我地府。若真是如此，那本王可要好好打算打算，不能便宜了他。阎王大人还是圆滑一些为妙，免得惹来麻烦，得不偿失。怕什么？在本王的地盘，本王还要对他委曲求全吗？回禀阎王大人，确实来了一位上仙，已快到大殿了。哪位上仙？不曾看清。上仙有极其刺眼的金光护体，我2人根本不敢直视。阎王大人，您还是去往大殿外恭迎一下为好。哼，不请自来，还要让本王出去恭迎，本王颜面何在？就是，以阎王大人的地位，如若在天庭，同样被称为上仙。阎王大人何须恭迎？阎王何在？本尊前来向你索要一人魂魄。阎王，出来！小神不知帝君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见谅。本尊刚刚所言，你可听清？小神听清了，只是小神恐怕不能遵从帝君之命。
你想形神俱丧着？帝君息怒，小神虽掌管世间魂魄，但无天地法旨，擅自交出魂魄，乃触犯天条，还望帝君体谅小神难处。给你时机考虑，如若再不答应，休怪本尊无情。帝君就算给小神1天时间，此事也断然不可。本王你3分薄面，你却得寸进尺，欺人太甚。本王定要去天庭参你一本。本尊连天地使臣都敢斩杀，岂会怕你告状？你疯了！3息过后，便是你的死期。狂妄！本王乃是地府阎王，最不怕的便是死期。那便去死吧！本座的九幽地府，岂是你撒野的地方？小神拜见府主。东昊帝君太过猖狂，向小神索要魂魄，小神不肯，他便出手伤人，还请府主为小神做主啊！东昊帝君，你触犯天条，做个将你当场斩杀，还不速速滚出地府！交出魂魄，本尊自会离去。你索要何人魂魄？本尊之妻陈仙儿。堂堂帝君却与妖女有染，真是自甘堕落。不错，陈仙儿的魂魄确实在本座手中，可本座为何要给你？你若不给，那本尊今日便踏平九幽地府！你好大的口气，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死人待的地方，再多你们2个，也不嫌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。上一世你修无情道与死人无异，没想到转世之后，竟然还会说笑。本尊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交还是不交？本座执掌九幽地府数万年，还从未交出过一缕魂魄，你也配让本座破例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得商量。本座万年未曾与人动手，今日正好隆重金苦。他竟然能与府主旗鼓相当，本王方才真是死里逃生啊！如若你只有这点能耐，那只能与陈仙儿在地府做一对苦命鸳鸯了。竟能掌控天地之力，怪不得敢来地府撒野。不过不足为惧。九幽之主听旨，陈仙儿屡犯天条，虽已身死，但罪孽难消，现取走陈仙儿魂魄，去往天庭受罚。天帝竟如此羞辱仙儿，本尊定要杀上天庭！还有你，若敢将仙儿魂魄交给天庭，尊必当让你形神俱灭。天帝的面子还是要给，至于你能不能走出地府还是两说，就不要再次口出狂言了。道德。你看，想要魂魄，只需一道法旨即可。可惜你不是天帝。陪我死！哼！府主当心，他要夺你轮回之力。蕴含天地之力的金甲巨人，东昊帝君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犯天道！天道又如何？就算天道要取仙儿，本尊也要一战。
大胆，快住手！轮回之力岂是你能染指？给我收！问上，快将轮回之力交于本座。本尊让你交楚仙儿魂魄，交了吗？天帝是该做个了断了。陈仙儿魂魄已经带回，众仙以为该如何处置？禀陛下，陈仙儿屡次降助叛逆，罪不可赦。臣以为应将其打入天牢，每日遭受天雷之刑，直至魂飞魄散。臣有异议，依臣之见，应等收复那叛逆，将他们一同打入九幽地府18层地狱，受尽每层酷刑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南极仙翁，多亏有你进言，这才擒获叛逆同党。或你意下如何？好你个天帝，真是又当又立！明明想用陈仙儿魂魄要挟东户帝君，偏偏还要装模作样询问众仙意见，真是虚伪至极。小神听从陛下安排。发生了何事？速去查看！禀陛下，东后帝君那叛逆已经杀上天庭，南天门被打烂，顺风儿已经殒命了。什么？他竟敢如此大胆！晚了，速派天兵前去捉拿。尔等今日谁也难逃一死！大胆！天庭之上，天帝面前，岂容你放肆？天帝正欲将你捉拿，你却自投罗网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，听候天帝发落？跪下伏法！东浩帝君，你可知罪？你们这群所谓仙家，高高在上，只会贪图享乐，从不知人间之疾苦，也配让我认罪？放肆！朕念你修行不易，几次对你留有情面，你却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看来是留你不得。少在这虚情假意，多少心存善意的神仙，只是出言劝谏就被你打落人间，这天帝之位，你早就已经不配。住口！你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之言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如今陈仙儿魂魄在朕手中，若认罪伏无法，朕可让他投入畜生道，苟活人间。也敢！痴心妄想！这回可以大开杀戒了。逆贼，在天帝面前，你如同蝼蚁，竟还敢在此大放厥词！妖女魂魄救回又能如何？朕统御三界，掌天地大道，言出法随，岂是你能抗衡？说。帝君，此时若收手认罪，仍有余地呀。南极寿翁，这个时候你能出此言，无论是否真心，本尊可留你一命。极寿翁，你果然与逆贼勾结，等事后，天帝必然责罚于你。逆贼，你以为掌握点天地之力，便能无法无天，可笑至极？你也不过尔尔。什么？居然挣脱了！
大胆逆贼，你也配用天地规则？本尊何止天地规则？那是六道轮回。九幽之主何在？他已形神俱灭。接下来便是你。放肆！朕乃天帝，你敢杀我？大胆逆贼，竟敢弑君，还不快快放下天地！放心，本尊不杀你。本尊将你投入人道。来世父母双亡，身染恶鼻，沦为乞丐，受尽人间冷暖。不，朕乃天帝，朕乃天帝。还有你们，也都进入轮回之中吧。进。你入畜生道，转世为猪；你入厄运道，受饥渴之苦；你入地狱道，受尽父情折磨；你入人道，为奴为仆。为何会无法复生？帝君，陈仙儿乃应劫之人，不可复生。是不是天道作祟？本尊这就去战天道。无论如何也要复活仙儿！帝君，你已掌握天地之力，难道不明白老夫所言是为何意吗？纵使将天道灭杀，也是枉然。不，一定还有别的法子。南极兽翁，你修长生之术，一定知道对不对？帝君，回天无术啊！那我就将仙儿送入轮回。转世重生，来世再学。此法可行，但陈仙儿本体是妖，只能投入畜生道。我已掌控轮回之力，定能让仙儿入人道，来世为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连让我的仙儿做人都不行？因为他是应劫之人，能入畜生之道，已是天道网开一面。那我便以全身修为送仙儿入人道。帝君，你修行不易，如何舍得啊？为了仙儿，一切皆可。